加玛帝国边境的玄黄天剑，位于2座山脉交界处，上方罡风肆虐狂暴。如此天堑险境，使得寻常斗皇难以通行。为了能依仗此等天险作为屏障，女王率领炎盟上下齐心，在玄黄天剑筑起了玄黄要塞，将此处建设成抵御外敌的要塞重地。地理优势得天独厚的玄黄要塞，迅速成为炎盟的贸易枢纽，繁华如帝都。炎盟百姓在这里得到了真正的安居乐业。倒是你，中州势力庞杂，暗藏危险，万望你珍重自身。别担心炎盟诸事，这里一切有我们。大哥、二哥、彩莲，我回来了。传令下去，加速前进，务必在天黑前抵达。是。
皇要塞已经保不住了，只要你肯归顺于我，把萧家人交出来，我以失明宗宗主的名义向你保证，绝不会伤严盟一人。石天，你别做白日梦了，要战便战。想让严盟归顺，得看我严盟将士答不答应。在。护城大阵要好了，严盟同心，坚不可侵。严盟同心，坚不可侵。严盟同心，坚不可侵。我狠狠地打，坚不可侵。不好，大阵停了。竟敢毁我战船！给我抓住他！是。我去帮他。你先走。空间绞杀！别让他们跑了！怎么停了？尊者有所不知，这玄黄要塞的护城大阵固若金汤，咱们没必要浪费力气硬攻，不如等大阵能量耗尽再出手也不迟。哼，石天，你的小算盘打得不错。属下不敢。你倒是省力了，但拖久了，萧家人可就跑了。必须速战速决。若是逃走一个萧家人，失明宗也跟着去陪葬。那是什么？李杜莎，本宗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交出萧家人，你和你的族人可以全身而退。你是蛇人族的女王，没必要为了严盟白白送命。别想挑拨两族关系，
炎盟做不出背叛自己人的事，犯我炎盟者，必诛。好，那就别怪我大开杀戒。若是要塞被破，你带着潇潇先走，不用管我。 我便去找你。小家伙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别睁眼。 将士们，我们已无路可退，因为我们身后是我们的家园和亲人。炎盟能走到今天，是因为我们相互包容，消除了人类与蛇人的隔阂。虽然经历过无数次跌倒，但今天我们仍然站在这里，只因在我们心里还有想要守护的东西。 将士们，让敌人看到我们的血性！拿起武器，血战到底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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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人越多，我的力量才越强大。快走，我来掩护你们。小家伙，哦，这个小娃子有点意思。我的天，果然是你们在背后捣鬼！
受伤没有？萧炎，三弟，萧炎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你就是炎盟盟主萧炎。一个不留。在炎盟的治理下，西北大陆通往外界的重要关卡玄黄天剑，终于从无人之境变为安居乐业之城。可失明宗的炮火却将此毁于一旦。对失明宗早有防备的美杜莎女王率领炎盟力战外敌。可是，面对有魂殿相助的失明宗，炎盟的防御轰然瓦解，战况越发危急。就在炎盟陷入绝望之际，盟主萧炎及时赶到，是要斩尽来犯之敌。小丫头，没受伤吧？我送你回去。小彩，是你吗？竟能踏空而行。小乔，没事了。彩铃，有没有被伤到？彩铃，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。这是炎盟最需要你的时候。萧炎，本宗要将你碎尸万段！你们先回去，我来对付他。你小心点，那家伙已是6星斗尊。放心吧。宗主，九天尊，滚出来吧！不过是条丧家之犬，还敢盈盈狂吠？也罢，正好省得本尊去寻你。今日便将你擒回魂殿。想抓我，你还不够格。哼，今日可没有药尘护着你，不把你碎尸万段，引起我心头之恨。
就凭这点本事，也想抓我回去？请给小乔本尊，受死吧！我滚出来！真是有气！怎么可能？3年多未见，已经毫无长进。狂妄的家伙，决定要亲手将你寻回魂殿，一雪前耻！我以为只凭你这点本事就能逃出魂殿的追捕，今日便让你明白与魂殿对抗的后果。那是什么？我要把你搅得连渣都不剩，去死吧！将灵魂献给魂殿，是你无上的荣耀。还有什么把戏？亮出来吧！太虚火龙族的力量，这家伙的实力还达到了8星巅峰，此地不宜久留。既然来了，就留下来吧！大天造化掌！这是什么鬼东西？什么？可恶！这家伙怎么这么强？我的手！四姐，救我！有四姐出手，定能将这小子抓回魂殿。四姐，我们联手先废了这小子。那就先废了你！四姐，杀了这小子！小子，你若再不松手，血龙定会将你吞噬。想宰了你！四姐，快出手！四姐，你要做什么？四姐！小姐！
鬼鬼祟祟的家伙，还不露面？这气息，难道是血河尊者？他出名时也是9星斗尊巅峰，后来不知为何销声匿迹，看来竟是投奔了魂殿。血河尊者，那已经是好久之前的名字了。现在，你们可以称我为魂殿4天尊，或者血河天尊。他已是9星巅峰状态，若再次成功凝练体内斗气，即可踏入斗圣级别。九转成圣。9天尊的蠢货，为了魂殿竟搭上性命，在本尊眼里，只有绝美的仙血才值得拼命。有天尊出手，定能踏平炎王。真是一群废物！化血大法！多么令人着迷的味道！不枉费我特意赶来。是怎么了？混账！给我住手！我走！天尊，这家伙的招式竟如此狠毒，连自己人都不放过。让所有人撤到安全区域。接下来该你了。怎么回事？小野，真是可笑，这点强度都受不了，就可能当上盟主。什么？异火竟无法阻隔？也罢，待我品尝完这美味的鲜血，便回魂殿交差，让你们父子团聚。魂殿！一言说完了吗？什么？手足足闻？没想到没落的萧家就能吸魂血，必须斩草除根。化血大法也不过如此。是吗？我倒是要看看你这血脉能救下多少人！给我住手！真是这凡人的聪明，竟敢打扰我享受美味的鲜血！去死吧！没有人救得了他们。可恶！滚！离火盘！血煞天魔掌！哼，给我破！小野。今天你
救不了。这家伙居然将4种异火融合！去吧，毁灭火莲！发誓今日之时，定要你拿命来偿还！你没事吧？幸好你来了，不然严盟就栽在失明宗和魂殿手里了。三弟，残余的失明宗势力已经尽数投降了，该如何处置？诚心投降者，严盟可是情况解囊；心怀不轨者，杀无赦。谢谢小盟主，多谢小盟主，多谢。这些年，大家为严盟呕心沥血，萧炎感激不尽。大家都是严盟的一份子，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严盟，你不必介怀。要想保护好严盟和萧家，必须将魂殿斩草除根。在严盟危急关头，萧炎带领青运阁盟友及时现身，阻挡了失明宗的猛烈攻势。面对强敌，萧炎展示出惊人实力，连续击败尸天与九天尊，更以4色火莲重伤血河尊者，令魂殿联军败退。那边，跟我来！快，起来了！好厉害！这小丫头，浑身都是劲儿。她呀，一刻也闲不下来。修好了，一眨眼就修好了。她果然是斗宗境界。不止如此，萧萧的潜力，大家都摸不透。去吧。是。多亏了萧炎，严盟才得以化解这次危机。为了守护这份珍贵，我定要变得更强。这小家伙空有斗宗实力，却不会运用。我打算炼些丹药，助他提升实力。对了，我这次去古界天幕，见到了萧家先祖萧玄，他把仅存的一丝斗帝血脉传承给我，让我重获萧族血脉。萧家先祖？魂殿大肆抓我萧家人，难道是为了萧家的斗帝血脉？父亲应该就在魂殿手上。父亲他，我会找到父亲，带他回家。二哥，这是萧家老祖所创的天火3玄变，
你们可按上面的方法修行，一些优秀的族人，也可以传给他们，可以让族人修炼出族文。族里确实有几个好苗子，萧家大乱时斗技都被毁了。我和大哥正愁去哪儿给他们找合适的斗技。以后，萧家和严盟就拜托你们了。盟主，丹堂来报，药材库失火，损失惨重。丹堂在要塞核心区域，并未受战火波及，怎么会突然失火？哼，只怕是有人好日子过到头了。我会先解决丹堂的问题，再回中州。柳昌大师，严盟刚遭重创，我们丹堂作为严盟的一份子，是该尽份责任，炼制丹药，助大家恢复伤势。盟主好大的威风，才回来就要插手丹堂的事儿。顾堂主，我也想尽力呀，奈何药材库失火，损失严重，材料不足，加上老夫身上有伤未愈，恐怕不能受命了。柳昌大师哪里不舒服，老夫愿尽心竭力医治。你们是什么意思？不信任柳长老？丹堂内务我自有定夺，法马长老还是先照顾好自己吧。哦，我还有药物，不送了。药材库偏偏在关键时刻失火，必定与这厮脱不了干系。哎，孤河啊！你一直醉心于制丹炼药，对丹堂约束力不大。如今盟主回来了，他自有办法。诸位，我说两句。感谢大家在严盟危难关头挺身而出。这杯酒，献给为了严盟牺牲的同伴。严盟能度过此次危机，他们功不可没。这第二杯酒，我萧炎敬诸位，感谢大家拼死守护严盟。为严盟的壮大，也为严盟人能阖家团聚。最后这杯酒，我要感谢彩莲。这些年，辛苦你了。潇潇，过来。潇潇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来晚一步，差点错过庆功宴了。大胆！庆功宴迟到还敢如此猖狂！哼！既然来了，那便先行坐下吧。请盟主息怒，不该冲动。无妨。这二位是丹堂7品炼药师柳昌，丹堂7品炼药师乌镇。那正好，我正准备为他炼制1使丹。两位自诩大师，不妨指点一二。盟主要炼1使丹，那可是8品丹药。正好我手上就有几味必备的药材，
就送给盟主，当做见面礼吧。药材库已被烧毁，你们这药材从哪儿来的？作为炎盟炼药师，身边常备药材也是理所当然。理所当然。如今大战刚过，炎盟成员急需丹药休养恢复，药材库却在此时失火，也是理所当然。哎，古堂主，你怎么没跟盟主说清楚啊？丹堂可不是其他地方，连副盟主都从不插手丹堂之事。作为回报，我们也把丹堂发展成了炎盟的顶梁柱。盟主力挽狂澜救了炎盟，我们感激不尽。但外行人插手丹堂，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盟主也是炼药师，炼药术远胜我等，并非外行人。古堂主，盟主常年在外，对丹堂内务所知不多。况且你我都知道，晋升8品炼药师可不容易。盟主这么年轻，能炼制出8品丹药的几率不大吧？哼，那就试试看。我若炼不出1使丹，从今往后，我将不再过问丹堂任何事务。那就预祝盟主告辞。你走。嗨，别被他俩坏了气氛。来来来，喝。来，我敬大家。今日盟主炼制8品丹药，还望各位静心观摩，对你们日后修炼自有好处。丹堂都快被这俩人祸害完了，只怕药材库失火也另有真相。幸好安静，吵吵嚷嚷的，盟主炼不出丹，拿你是问。萧炎要是真能炼出8品丹药，丹堂可就没你我2人的立足之地了。哼，那萧炎就算是斗尊，也炼不出8品丹药。放心看他出丑吧。是异火，难怪盟主自信能炼出8品丹药。盟主必胜！盟主必胜！他竟然是8品宗师境界，好恐怖的灵魂威压！这辈子都追赶不上他的步伐了，不会真让他炼成吧？放心，5色丹雷可不是那么好扛的。
萧炎，你等着丹毁人亡！这丹雷的威力恐怕能摧毁炎盟。是，我们趁他抵挡之际，保命要紧。丹堂乃是炎盟一体，与其他堂门并无高低之分。这些年，却有人滋生骄狂之气，视炎盟于无物，自私无为，导致内部失和，此为盟之大罪。今日，我要肃清丹堂。萧炎，王我二人平日里对炎盟尽心尽力，你身为炎盟盟主，为了立威就拿我们兄弟开刀。也罢，对于这种过河拆桥的地方，老子不伺候了。事到如今，还敢巧言令色？副盟主，让大家看清楚，这两人这些年都干了什么。饶了我吧！都是他们指使我烧太阳才哭。柳昌和乌镇二人早已对炎盟心存反叛之意，现罗列的主要罪状有3，其罪之一，贪赃枉法，以权谋私，暗中贩卖炎盟丹药，私吞其利；罪状2，目无法纪，居功自傲，不服调遣，遇战便退，在炎盟中横行霸道，肆意妄为；罪状3，狼子野心，背信弃义，心存反叛之意，不顾炎盟同门之情，欲行再起炉灶之举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。告辞了。炎盟不是什么松散组织，若有人因故退出，自然可行。但犯了事，想以此为借口逃避严惩，你们未免太轻看炎盟。这些年，你二人嚣张跋扈，乱我丹堂，令炎盟内部人心不稳，此乃大罪。一句退出就想了事，那我炎盟日后如何服众？萧盟主，我们可是亲弟炼药师，你想怎么样？按盟规处置，拖出去，斩！走，快点，别动！我可是亲弟炼药师，只要盟主你能帮我一忙，我一定会给炎盟炼成手炎药的。少阁主，空间虫洞已修缮完毕，随时可以启动。萧炎为整肃丹堂，与柳昌、乌镇打赌，炼制8品丹药，以此服众。列举出柳昌二人的条条罪状后，萧炎为肃清丹堂，下令斩首柳昌、乌镇。炎盟内忧外患已除，萧炎率众穿越空间虫洞，返回星陨阁，为前往空间交易会做进一步的准备。
老师，我们回来了。联盟那边我都已经安置妥当了。这是？他是潇潇，潇潇，快来见过师公。小丫头体内竟有一丝梦气，不错，有成为炼药师的潜力。潇潇，告诉我，你还有哪些本领呀？哦，竟是木火双重属性。没事。只是斗气失控罢了。我会教你如何将这些力量练得炉火纯青。让你做整个斗气大陆最强的小姑娘，好不好？潇潇日后就由我来亲自培养吧。多谢药老前辈，那就有劳老师了。这次魂殿派了2位天尊来对付炎盟，足以说明魂殿对炎盟势在必得。弟子明白，此战虽了，但炎盟不能掉以轻心。好了，你也不必过于担忧。这是为师这段时间派人绘制的，你看看。这些城市就像当年的云岚宗一般，都被魂殿所掌控。从魂殿开始加紧收集灵魂体来看，似乎在酝酿一个极大的阴谋。魂殿这些家伙究竟想要干什么？魂殿素来诡异莫测，他们此番作为必有阴谋。只有半个月，空间交易会就会开启，届时净莲妖火的最后一块残头将会现世。魂殿对异火虎视眈眈，我们必须抢在魂殿之前动手。无论如何，净莲妖火必须到手。4份地图残片，我们已有3份，最后1份也会是我们的。3日后，我们提前出发前往空间交易会。他睡着了吗？嘘。中州不比西北大陆，这里各方势力龙盘虎踞，关系错综复杂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保护好你们。为什么一定要你来保护？放心吧，我也会变强，强到足以守护我想守护的一切。将士们，拿起武器，血战到底！很晚了，你先休息吧。啊，差点忘了，这是老师炼制的灵液，可以帮小家伙更好的控制斗气。
空间交易会居然会在如此荒凉的地方。虽看起来荒凉，但仔细感应，这里面可有不少强悍气息。这荒漠中竟有不下100道气息，实力最差的也是3星斗尊。如此数量的强者，主办方难道不担心有人强抢？空间交易会作为斗气大陆最高端的交易，是由地行宗、空玄门和剑宝山3宗联合主办并维持秩序。有这3个大势力镇压，空间交易会很少出现强抢的情况，即使偶有发生，也会被迅速制裁。这些人的气息都好强横。放心，真有不长眼的前来挑事，那倒是稀罕事。不愧是中州最高端的交易会，竟然单独建立了一个空间。话是这么说，只不过也免不了投机之人趁着第一交易会的名号鱼目混珠。你们要擦亮眼睛。好了，你们先自己逛逛，我去前面看看。我们进去吧。太玄诀，地阶高级功法。来来来，化形丹，7品高级丹药啊！哎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哎！万宁血灵山，嘿嘿。七彩原石。这位先生，这七彩原石如何置换？看这几位打扮不像一般人，哼，先出个高价，摸摸他们的底细。2枚3色丹雷以上的8品丹药。啊！这家伙心也太黑了，成交！欺负人不识货。对呀。多谢。我的天哪，那可是2枚3色丹雷的8品丹药，一翻手就拿出来，这些是什么人啊？好酷处！我们再继续逛逛，看样子这里好东西不少。难道我眼拙了？明明只是七彩原石，那小子怎么这么果断？这丹药难道是假的？不对呀，药香浓郁，莫非那石头还有其他妙用？哎呀，可恶，卖得太便宜了！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好嘞。这块原石对你有用？七彩原石诞生在七彩吞天蟒陨落之地，对我而言是大补之物。但其实，七彩吞天蟒真正的巅峰是9彩吞天蟒，而七彩原石之上是8彩，甚至9彩原石。7彩只是这种原石的表象，要看出究竟是几彩，必须使用七彩吞天蟒的血液才行。可惜，只是8彩原石，要是9彩的话，那可就捡漏了。已经是意外之喜了，萧炎，谢谢你。你我之间客气什么？去跟老师会合吧。嗯。
请。我们进去吧。这密室是3大势力特制的，能防御别人的探测。感谢各位不辞万里前来参加本届空间交易会。相信在座的各位已将交易会的竟是9转斗尊巅峰。这位是宝剑山的山主，宝山老人。他如今距离半生只有1步之遥。废话不多说，开始这一届的空间交易会吧。下面我们拍卖此次空间交易会的第1件物品——天妖黄翼。这天妖黄翼，据委托人所言，得自于一位负伤陨落的天妖皇族强者，其中蕴含何等能量，无需老夫多言。开始竞价吧。本尊先开个好头，1枚3色丹雷8品丹药，老夫出2枚3色丹雷8品丹药，我出3枚，老夫出5枚。恭喜这位朋友拍得天妖黄翼。之前给我带来不少麻烦的天妖黄翼，在这竟能随意拍卖。接下来的拍品乃是一则天阶斗技。天阶斗技，好东西！我出1枚6品丹药，哼，2枚7品丹药，本尊要了。该死！1枚3色丹雷8品丹药。天阶低级斗技金刚琉璃体已拍出，接下来的拍品名为天幽毒典。起拍价是与之价值相当的丹药。我出2枚3色丹雷的8品丹药，我出4枚。我出2枚4色丹雷的8品丹药，3枚4色丹雷8品丹药。这卷毒经，我用2枚5色丹雷的8品丹药来换。什么？这毒经虽然稀有，但也不止这么多呀！此人是何方神圣啊？此刻，应该有不下100道的目光盯向了我们的密室。成交。谢谢你，小野。此次交易会倒数第2件拍品，想必我也不用多做介绍了。它就是净莲妖火残土。我出3枚6色丹雷的8品丹药。我出4枚6色丹雷的8品丹药。我出下5枚。我出6枚。7枚。我出9枚。我出5枚7色丹雷8品丹药。什么？1枚7色丹雷8品丹药，这还当真啊？算了算了，8枚7色丹雷8品丹药，1枚8色丹雷8品丹药，8色丹雷。我出3枚8色丹雷8品丹药，我出5枚。小心，这人也是快要踏进半生的强者。1枚9色丹雷丹药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9色丹雷的丹药。恭喜这位朋友，交易完成，这张残图归你了。那神秘人的实力不弱，小心他们会后动手脚，一定将图收好。没想到这净莲妖火残图都只能区第2啊！是啊，真不知那最后一件拍品是何宝。我们此次空间交易会的最后一件拍品，并非物品，
而是一则情报，而且是第一手消息。放心，这个情报不会收取任何报酬，只是因为有可能引起不小的轰动，故而放在最后。想必诸位都对菩提古树有所耳闻。菩提古树又称智慧轮回树，乃斗气大陆排名前3的天才地宝。此树1000年生长一轮，待得拥有100轮时方才成熟。据说菩提古树每1000年出现一次，每次出现后便会深藏地心，任何人都找不到它。而得知者可立地成圣。我所掌握的情报就和菩提古树有关。菩提古树，难怪要放到最后宣布。就算是菩提古树的只言片语，也确实足够轰动了。菩提古树现实地点在莽荒古域中，那里是斗气大陆最为古老凶险的禁地。不过各位应该明白，凶险伴随着机遇。难怪这老家伙会将这种情报放出来，他们是想吸引更多的人过去，好浑水摸鱼。菩提古树现世难得，不过当务之急，还是先将净莲妖火残图带回星云阁。情报已经给大家了，这次的空间交易会顺利结束，多谢各位的捧场。快走，我们被人给盯上了。老朋友，我们又见面了。随着魂殿加紧搜集灵魂，魂族的阴谋似乎进程加快。而净莲妖火残图即将在空间交易会出现的消息，令中州局势更加混乱。前来参与交易会的萧炎一行人，来到为举办交易会而开辟出的空间小镇，没想到萧炎竟然在地摊上为美杜莎捡漏一件至宝。净莲妖火这等异火，天地畏惧，但人人却为之前仆后继。最终，药老以一枚9色丹雷丹药成功竞得最后一张残图，却因此被神秘强者盯上。原以为争夺净莲妖火残图要费一番波折，没想到竟如此顺利。在拍卖场内查探我们的那个家伙，不是良善之辈。那家伙是什么来路？诸位何必急着赶路？药尘啊，没想到你竟然复活了。没想到竟然还能遇见2个如此极品的美人儿。天蝎子，地蝎子，蝎魔2鬼出自一个淫邪的古怪宗派——云雨宗。云雨宗除了蝎魔2鬼，其余都是女弟子。这些女弟子不过是这2个老魔的肉影，被吸食修为，成为他们助长实力的工具。药尘，净莲妖火残图，今天我是要定了。想抢残图，怕是拿到手也揣不住。你也太天真了，杀了你们，谁会知道净莲妖火的残图在我们手上？你们可以试试。药尘，不要以为你进入半圣我们就怕你。当年你联合各宗势力，将我兄弟俩逐出中州，这段恩怨早该清算了。
是。大哥，你拖住药尘片刻，我去拿下那3人。动作快点。放心。方才你们兄弟2人合力，才勉强和我相抗。现在你天蝎子竟敢独自拖住我，真是自寻死路。药尘，你还是如此狂妄。今天就让我好好陪你玩玩。这2人先前联手攻击时，竟还隐藏了实力。萧炎他们，小美人们，你们要去哪儿啊？6转斗尊巅峰。你个毛头小子有什么好的？跟着我，保证你们欲仙欲死。找死！美人留下。你可以去死了！力量好强！这么快就投怀送抱，老夫喜欢。实力差距太大，老师那边看样子还不能快速解决，如此下去，只能拼一拼了。看上去有点像焚炎谷的秘法，居然能从8星斗尊提升至3转斗尊巅峰。不过还不够。就算跃升至3转斗尊巅峰，对付6转斗尊巅峰也还是吃力。萧炎，没事吧？帮我拖住一会儿。小美人儿，一个废物东西有什么好关心的？来老夫这儿，老夫会让你们迷恋上做女人的快乐。无耻之徒！哎呦，我的小心肝儿，这就迫不及待要投怀送抱了。此人太强，不知道七彩吞天蟒能不能顶得住。2个美人都是独特，一个是七彩吞天蟒，一个是恶难毒体，2人联手，全场斗尊巅峰强者还真就应付不了。不过可惜，谁让你们遇见了老夫啊！一起上！老夫喜欢。4种异火。老东西，今日就拿你来试试我这5色火莲的威力。这个疯子竟然融合异火！绝不能让他影响萧炎。美人儿，既然你们要出手，
老夫也不怜香惜玉了。老二，你还在磨蹭什么？大哥，既然抓不了那小子，那就先抓你个美人当人质。美人，看你们往哪儿逃！想跑？畜生！去死吧！后土中！还好吧？我没事。这是什么？金刚琉璃体，没想到竟然在他们手上。老师，此地爆发的战斗很快就会引起各方强者的注意，我们赶紧离开，免得横生事端。看上去，这就是一张随手绘制的地图。这骨头不像做旧，不可能是为了愚弄世人，其中必然有它的玄妙。滴一滴血试试。净莲妖火，妖火。这骨头不怕火烧？有用，加大火力。双月同现，九星一体，天地潮汐，妖火降世。老师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所谓双月同现，九星一体，说的是一种特殊的天地景象。但是这种景象每逢1000年才出现一次。景象显现，引发天地潮汐，净莲妖火就会降临世间。1000年出现一次，那岂不是没机会了？算算时间，距离上一次出现这种景象，已经过去997年。也就是说，3年后便会再现双月同现，九星一体。3年后，妖火现世的动静必会引来各方强者，届时谁都有机会找到妖火。萧炎，萧炎！
刚才古图中有一缕灵魂之力射入萧炎眉心，先别碰它。怎么了？回答我一个问题：我们第一次见面时，你多少岁？啊？15啊，老师。老师怕你被一些远古强者的灵魂占据了身体。确实有一团灵魂能量留在我的脑海里。我已经用灵魂力量试探过了，无法撼动那团东西。好在他没有进一步的动作。不过，我似乎感应到了净莲妖圣这个信息。没有猜错的话，这净莲妖圣便是净莲妖火的主人。我曾在古籍上看到过，此人曾是最接近斗帝的存在，但关于他的陨落却毫无记载。看来我眉心里那光团就是这位强者所留。古籍记载，这位净莲妖圣为人磊落，从不屑于无耻手段。那光团应该不会伤害你，说不定还会是你日后收复净莲妖火的关键。但愿如此。不过净莲妖火太强大，就算有外力相助，你无法在3年内突破至斗圣境界。那即便妖火降世，你也只能看着。以我如今的实力，要在3年内突破斗圣，无异于难如登天。我记得你收藏了一枚菩提子吧？只要你能寻得菩提树，借助菩提心之力，便可在3年内达到斗圣层次。莽荒古域地域辽阔，又向来是人类禁地，想找到菩提古树，哪有那么容易？你手里有着一枚菩提子，虽然纯度不高，但却是能够让你对菩提古树有所感应，这便是你的优势。看来这一次，势必要动身前往莽荒古域了。3年时间，到达斗圣，菩提心必须到手。空间交易会爆出菩提古树即将现世的消息，引得各方势力蠢蠢欲动。而萧炎携残图和同伴返程途中，遭蝎魔2鬼追杀。九转斗尊天蝎子借阵法困住半圣药老，彩铃与小医仙极力与地蝎子周旋，为萧炎凝聚毁灭火莲争取时间。随着火莲绽放，蝎魔2鬼被化为灰烬。此后，萧炎融合4张残图，却一无所获。失望之际，妖圣的灵魂光团乍现，令萧炎重燃希望。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？阁主，这是……你们少阁主萧炎。金刚琉璃身果然有独到之处。
修炼出来的金刚琉璃体才7丈左右，距离9丈9尺这一巅峰还差得很远。你没事吧？老师，疯了。这点小伤不算什么，还好我的身体从小便受到天材地宝的淬炼和各种外物刺激，不然像刚才那般强行突破，要是换做一般人，恐怕要爆体而亡了。以你现在的身体，再用鞭子抽你，怕是也没什么用了。想要修炼9丈金身，还需要更加强劲的刺激才行。哎，好了，说正事，已经确认，菩提古树出事之事，的确属实。何时动身？越快越好。你闭关的这半个多月，已经有不少势力进入了莽荒古域。那便现在吧。我跟你去。还有我。天火，就留下和我们一起坐镇星陨阁吧。我这把老骨头正好休息一段时间。接下来，万事只能靠你们自己了。若遇到无法解决的麻烦，切记不要逞强，捏碎空间玉简，我会立刻赶来。菩提古树的诱惑力太大，即便是那些远古种族都会出手。想要顺利取得菩提心，难度不小。此行对你太过重要，定要万分小心。老师，您放心。富贵险中求，古树，我来了！我的，都是我的！先到先得，哪个敢跟老子抢，老子就灭了谁！这些家伙都被菩提古树诱惑得失去理智了。既然他们想当前锋，那就让他们当吧。打听到了，先前进入莽荒古域的那一批人，无一生还，其中甚至有斗尊级别的强者。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先跟上去看看情况。这是避毒丹，对着毒障能起到一定的抵抗作用。连斗尊级别都无法抵御这里的毒障。按理说，斗尊用斗气将身体包裹严实，寻常毒气应该无法近身才是。怎么了？这些雾气并非毒障，而是毒虫。毒虫？这些毒虫非常小，数以亿计的组成这种毒障，因此能无视斗气护体，随着呼吸进入人体，杀人于无形。我体内的这些毒虫已经被万难毒体杀死了，可是你们……看来已经有不少毒虫入侵我们体内了。不用担心，交给我。
不要离开我的火烧范围。还好这些毒虫挺惧怕异火。毒虫大多阴寒，异火乃是至阳之烈之物，他们自然怕。走吧。看来，这才算是真正进入了蛮荒古域。估计距离菩提古树太远，无法感知它的确切位置。但从菩提子反馈的信息来看，大致是那个方向。怎么回事？去看看。那人哪里跑？大家寻机脱战，速去请求救援。是。我来拖住他们。宗主，休想！看来天明宗是想将我等尽数留在此处。老师，现在怎么办？小心！云宗主，你们跑不掉的。到时候你们师徒二人共侍老夫，倒也不失为一段佳话。是之徒。这个称呼老夫喜欢。要是不无耻，我们天明宗怎么能偷袭得如此顺利？趁我们与凶手缠斗时出手偷袭，害得我花宗多名长老丧命，此仇必报。希望逃出的弟子能尽快找到援助。云宗主，我天明宗给过你们机会，是你们不珍惜，怎么能怪我们呢？怎么，云宗主还奢望派出去的弟子能给你搬来救兵不成？你将他们怎么了？我天明宗这么多弟子，当然全都……别废话了，天明宗弟子听令，除了云韵师徒，其他弟子归你们了。嫣然，我来拖住天明宗的人，你找机会赶紧走。老师，您呢？我身为花宗宗主，绝不能辱没花宗声誉，就是死也要拉他们来垫背。花宗听令，与嫣然一起立刻突围，我来留下殿后。事到如今，弟子绝不愿苟活，愿陪老师死战到底。与宗主共存亡！你这傻孩子！白费力气，反正最后都会被我……畜生，住口！云宗主，别挣扎了，与我半领双修，岂不快哉？嫣然，这么危险，那我就送你去见他。
哎呀！圆圆宗主，你现在充满斗志的样子，真让我心痒。也不知被柳宗主调教过后，是否会更加诱人？得此美人儿，老夫乐意受累调教一二。啊！做梦！想自爆可没那么容易。云宗主，别急呀！你要是死了，我的那些调教手段就只能对你的徒弟用了。嫣然，老师。天明宗的狗，还是这么惹人嫌。找死！老夫倒要看看究竟是何来路，居然敢插手我天明宗的事！大明龙拳！那人是何方神圣？副宗主竟然一拳都接不下来！天明宗所有人听令，随本宗一起出手，灭了这个怪物！快走吧！混蛋！带本宗回去，必叫你们这帮临阵脱逃的废物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感谢阁下出手相救。你是美杜莎女王？云韵。萧炎。